加拿大重大福利工作许可证，我如何获得？这里是加拿大移民留学避坑指南，我是 Kelly。查看右上角，搜索微信号免费咨询。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 ERG 官员在向外国工人发放许可证之前，必须考虑对加拿大工人可能产生的影响。因此，劳动力市场影响评估 LMIA 通常是强制性的。然而，如果承认重大利益豁免，则可以绕过 LMIA 的需要。特别是如果授予工作许可证所带来的好处大大超过不接纳外国工人或延迟其进入加拿大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 LMIA， 其他因素也可以让外国工人获得重大福利工作许可证。SPA-PUPRE 一种 LMIA 豁免的工作许可证旨在加快处理时间。请注意 ，SPA-PUPRE 必须由雇主申请，而不是由外国工人个人申请。什么才算显著效益？想要在加拿大获得 SPA-PUPRE 的申请人必须证明他们的就业将为加拿大的经济、社会或文化带来重大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显著效益的定义可能很抽象，但可以延伸到对国际工人的参与将如何促进加拿大经济稳定的评估。此类贡献可能涉及创造就业机会，在偏远地区或特定地区发展工业或部门，或促进加拿大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市场。此外，如果员工的工作可以帮助加拿大行业的进步，例如通过技术进步、产品或服务创新，或帮助提高加拿大的技能，他们可能会在申请这些工作许可证时取得更大的成功。外籍人士的工作还可以改善加拿大各地或特定地区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福祉。最后，外国工人的加入可以促进宽容，增加知识，或为具有相似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互动提供机会。对于外国工人可以提供的每种重大福利也有更具体的标准。申请人还必须展示其在特定领域的杰出记录。具体来说，他们必须通过以下方式表现出杰出的业绩记录：相关学术文件证明该工人拥有其专业领域的教育证书，以前或现在的雇主提供的文件，展示其在其领域的重要10年或更长全职工作经验，通过国际或国家奖项或专利获得认可。要求成员表现出色的组织的成员资格，他们曾评估过他人的工作、同行、政府或专业机构在其领域的公认工作、成就和贡献的证据，对所属领域的科学或学术贡献的证明，在学术或行业特定平台上发表的出版物，在信誉良好的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和或招聘通过加拿大旅游局或与联邦政府和法语少数族裔社区协调的其他招聘会招聘的外籍工人，和或在魁北克省以外从事国家职业分类0A 和 B 类的工作。加拿大当局在发放工作许可证之前会考虑一套标准，其中包括外国工人的教育资格、工作经验、获得的奖项或专利、需要模范表现的组织的成员资格，以及在其领域的其他成就和贡献。谁有资格获得重大福利工作许可证？在评估 SPA-PUPRE 申请时，移民官员需要考虑申请中满足的要求和豁免，特别是申请如何满足 LMIA 的要求，外籍工人将承担的职位的职责，以及他们如何与重要的福利标准保持一致，与这一重大福利相一致的工作要求，该职位的最低教育要求以及是否满足该职位所需的任何额外培训和在加拿大从事该职业所需的省、联邦认证、许可或注册。有资格获得重大福利工作许可证的人包括公司内部调动人员，在跨国公司工作，计划加入其加拿大母公司、子公司或分公司担任行政、高级管理或专业知识职位的外国人，影视制作工人，对制作至关重要的电视和电影行业工人，企业家和自营职业者，在加拿大创办企业或选择自营职业的人，有能力证明自己的积极性关系将为加拿大带来重大的经济、社会或文化利益，和紧急维修人员，紧急维修工业或商业设备所需的工人，以避免加拿大就业中断。此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某些专业人员可能不需要 LMIA， 并且可能进一步有资格获得 SPA-PUPRE。